此时此刻，华雷斯的6个小队已经陆续赶到村口，并在指定位置集结完毕。这一路上，他们都在非常谨慎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，但是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而华雷斯的车在6个小队都就位之后，才在3辆车的保护下开到了村庄的东入口。抵达之后，华雷斯并没有下车，而是对自己的其中一名保镖说道：埃克托，你先进去看看，记得全程录视频，进去之后让里面关掉屏蔽，然后把视频发给我，让我看看里面的情况，万一马奎他们都被对方控制起来，那这就是个陷阱，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。被称作埃克托的男子轻轻点了点头，随后他掏出手机，打开录像，一个人迈步走了进去。手术室附近的暗哨和民岗都认识埃克托，所以当埃克托出现，他们便都例行向埃克托打招呼。埃克托一直留意着四周，同时也小心地观察着遇到的每一个人。发现没有什么异常之后，便开口对其中一个负责守卫这里的小头目说道：把屏蔽关掉，我要给老大发视频。那人不敢耽搁，立刻关掉了这里的信号屏蔽器。埃克托立刻将已经拍下来的视频发给了华雷斯，华雷斯很快发来视频通话的邀请。视频接通之后，华雷斯的声音传来，开口问道：那个姓叶的在哪？埃克托道：听说是在地下手术室。华雷斯嘱咐道：你下去看看，视频不要挂断。好。埃克托答应下来，拿着手机走进了地下室入口所在的房间，随后便直接迈步走了下去。而华雷斯则在车里用手机仔细观察着传回来的视频画面，他要确认视频中出现的究竟是不是自己的手下。好在叶晨确实是孤身一人，所以华雷斯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而此时埃克托已经来到地下手术室，看到了马奎面前表情倨傲的叶晨。马奎这时候也看到了埃克托，连忙对叶晨说道：叶先生，我们老大的贴身保镖已经到了，相信我们老大也很快就到。埃克托这时候来到众人面前，将手机摄像头对着叶晨，随即压低声音在马奎耳边询问了几句。马奎也在他耳旁耳语几句之后，埃克托便放下心来，随后他向叶晨微笑点头，算是示意，随后便迈步退了出去，回到了地面。一回到地面，他便对华雷斯汇报道：老大，这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，只有2个陌生面孔，一个是原定于后天要接受手术的工体，另外一个就是马奎说的那个亿万富翁。华雷斯问他：我们的兄弟们都在吧？都在，埃克托道，现场也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，连火药残留的味道都没有，所以肯定没有什么问题。华雷斯点点头，笑道：看来那个姓叶的华夏人还真的很有胆量，我去亲自会一会他。说着，华雷斯便用车在电台发布命令：所有人跟我走，1队到3队在手术室外围警戒，4队到6队在手术室院内警戒，保镖跟我下去见一见那个华夏小子。电台里立刻传来6名小分队长的确认回复。紧接着华雷斯便推开车门走了下来，在保镖的前后保护下迈步走向手术室。就在华雷斯以为自己已经排除了一切威胁，已经万无一失的时候，他做梦也想不到高空之中无人机早已经将他的动向清楚地捕捉。当万破军看到他出现的那一刻，就意识到这个人必然是整个犯罪组织的首领。于是他便按照叶晨的交代，对自己的手下吩咐道：所有人注意，立刻开始收缩包围圈，一旦目标进入叶先生所在的院子，就立刻开始5分钟倒计时，时间一到，务必将外部的敌人全部干掉，一个不留。几分钟后，华雷斯已经来到手术室所在的院子，
因为有了埃克托之前的探路，他没有丝毫担心害怕，径直走下了手术室的楼梯。当马奎看到华雷斯走下来时，立刻激动地对叶晨说道：“叶先生，我们老大来了。”说完，赶紧跑向华雷斯，殷勤地用西语说道：“老大，今天来的这位叶先生，可是一个天大的财神爷，我们可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啊！”华雷斯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没有说话，而是直接迈步来到叶晨面前，笑着用西语说道：“叶先生是吧？我是华雷斯，拉斐尔·华雷斯，你可以叫我拉斐尔。”叶晨不懂西语，但有马奎在旁翻译，所以跟华雷斯的沟通也没有任何障碍。叶晨上下将华雷斯打量了一番，发现这个墨西哥男人确实很有一股匪气，个子虽然不高，但是十分强壮。他脖子上挂着闪亮的粗金项链，就连牙齿上都戴着镶了钻的牙套，留着极短的寸头，满脸横肉，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。叶晨看着他，淡然笑道：“华雷斯先生可真是让我好等啊，来了之后还不现身，先让一个手下进来给你开视频，你这个操作可真是让我没想到。”华雷斯知道叶晨是嫌他来得慢了，而且也嫌他过于谨慎，于是便笑了笑，开口说道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叶先生，初次见面，谨慎一些总是需要的。”说着，他连忙岔开话题，问叶晨：“叶先生，我听马奎说，你有意想跟我们整个集团合作，不知是哪方面的合作？”叶晨没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笑着问道：“你们这个组织一共有多少人？”华雷斯立刻说道：“我们有200多人。”叶晨眉头微蹙，淡淡道：“200多人好像少了一点。”华雷斯忙道：“虽然我们人数不多，但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精兵强将。”叶晨好奇地问道：“今天都带过来了吗？”华雷斯点了点头，开口道：“我的人都在外面，叶先生要是感兴趣，我可以带你上去看一看。”“不必了。”叶晨随口道，“你们那些人不需要我亲自处理。”华雷斯不知道叶晨话中的深意，拍着胸脯对叶晨说道：“如果叶先生打算跟我们合作，下面这些人我自会管理好，不用你出面处理。”说着，他问叶晨：“叶先生，你还没说要跟我们打成什么合作？”叶晨随口说道：“我在叙利亚有个大项目，其实还挺缺人的，不过……”叶晨说到这里，故意停顿了一下，随后他掏出自己的手机，看了看时间，眼看华雷斯进来已经差不多快5分钟了，他便逐渐收起了脸上的笑容，看着华雷斯，冷声说道：“算了。叙利亚只适合那些死罪能免、活罪难逃的人，对你们这些应该千刀万剐的人渣来说，不太适用。”马奎正要翻译，却瞬间愣住了。他不禁看向叶晨，皱眉问道：“叶先生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叶晨冷笑一声，看了看华雷斯以及他身边的一众人，淡淡道：“我的意思很简单 ，You will die tonight。”翻译成中文是：“你们今晚都会死。”